小猫咪，小猫咪，跟我回家吧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玲玲。心理变态经常和连环杀人犯联系在一起，他们看起来很疯狂、冷血、无所畏惧，经常被拿来当电影题材。心理变态是天生的吗？是心理变态就会杀人吗？高智商犯罪又怎么解释呢？我们今天好好来了解一下。变态不是这个变态，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变态是某些异常心理的总和，而这些异常心理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。心理变态有什么特点呢？精于操控，自大强势，欺骗撒谎。我不要卸妆，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，是社会中的掠食者。心理变态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心理变态和反社会人格障碍非常相似，但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是，一个是天生的，一个是后天的。心理变态生来如此，因为他们拥有一颗变态的大脑。他们的大脑天生有发育缺陷，前额叶皮质的腹侧和边缘皮质要么发育不良，要么就是受到永久性的伤害。我们知道前额叶皮质是承担认知的功能，它的下层称为腹侧，帮助我们形成情感记忆、理解社交行为、保持道德感。他们前额叶腹侧是有缺陷的，所以他们缺乏共情能力。他们不是体会不到痛，只是他们无法和别人的痛苦产生共鸣，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愉悦感。你的良心都不会痛吗？而他们前额叶的背侧和常人一样，甚至可能更发达，主管思考、短时记忆、计划和决策。所以就能理解，当心理变态实施犯罪的时候，往往都能做出让人难以置信的残忍行为，比如说虐待、破坏尸体，有仪式感的作案方式。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们非常冷静、井井有条。而边缘皮质是个大环路，它是处理感情和情绪，而心理变态者的整个边缘皮质都有缺陷，这让他们难以抑制冲动。而科学家猜测，这种先天的大脑上的缺陷，可能是因为孕期的压力导致胎儿发育不良，或者是滥用药物，或者是有外伤。而除了大脑的先天缺陷之外，还有遗传基因，也就是那个战士基因。这种基因是通过影响神经递质和大脑的结构方式，让人具有明显的暴力倾向。注意，我刚刚说的是心理变态者生理上的原因，他们生来如此。但是有一个变态的大脑，或者是战士基因，并不决定他会成为一个杀人狂。比方说写《天生变态狂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的大脑就是一个典型的变态的大脑，而且他的祖先里有10多个凶杀犯，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神经学家，也没有犯罪和暴力倾向。而一个人的家庭以及他的成长经历，可能决定他最终会不会成为一个心理变态犯罪者。我们每次看电影要描述一个潜在凶手的时候，大都会出现一个小孩，可能正在虐待小动物，可能尿床，可能正在遭受某种虐待，而这些描绘方式确实是有依据的。根据 FBI 的统计，大部分连环杀手都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环境当中，而大量研究证明，虐待动物的行为与暴力犯罪有直接的关系。注意，他们本身可能是个弱者，但是他们却可以从虐待动物当中获得强者的满足感，而之后可能会逐渐的转移到人的身上，最终形成犯罪。所以看到有虐待小动物行为的人就要小心了。那么心理变态犯罪者他们的智商真的很高吗？在电影当中，连环杀手可能是这个样子，高智商社会精英，甚至还有美貌。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心理变态杀人犯是这个样子，他们看上去就是普通人而已，他们非常擅长操控人心。比如那个著名的曼森，实际上他本人并没有杀人，自负自大，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有反社会行为，没有愧疚感。但是与其说他们是高智商，不如说心理变态的一些特质让他们比常人更冷静、爱冒险，且能够有计划的行事。心理变态特质在普通人中占1%，在罪犯当中占1/5。而很有意思的就是，在排名前列的公司高管当中，大概有3%到21%的人拥有这些心理变态的特质。以下10种职业是具有心理变态比例最高的，你能从中看出点什么特点吗？他们是智商更高，还是因为他们的一些特质是有利于他们自身的生存的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。首先，感情冷漠，不会共情，体会不到别人的情绪，所以反而可以冷静的去思考，按计划行动，而且也不会受到良心的困扰，也不容易焦虑，这其实算得上是一种生存的优势。第二个，善于欺骗和撒谎，爱冒险，善于操控别人。其实这种特质能让一个人成为情场高手，哄骗女性。他们虽然不能共情，但他们可以模仿对方的情感，伪装成对方想要的样子。我的天哪，这位小姐姐也太可爱了吧！遇到你真是我的荣幸。所以其实这算得上是一种繁衍的优势。还有一个就是冒险冲动，能顶住压力。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，他们可能对危险、威胁以及痛感
低感或者是无感的。虽然说冒险之后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这种能力其实是在一些高风险行业是很容易出头的，比如说金融业、警察、商业界。而我们再来冷静思考一下，某些职业可能恰巧需要这样的特质，比方说外科医生。哟，这颗肾好像不太行了嘛，切了吧。帮我准备一个盘子。急救人员，还有救，还有救，加油，加油！政治领袖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CEO，Are you okay？ 有那味儿了。如何识别这个人是不是心理变态者？医学界有一个海尔量表，其中有20个题目，分数越高，变态程度就越高。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待会儿自测一下。自测完以后，可以把你的变态指数写在留言里。还有一个就是特征观察法，比方说面不改色的撒谎、夸大其词、没有同情心、完全不在乎别人的安危以及感受，他们只看利弊，不谈感情。还有就是冲动任意行事，不计后果。反社会其实就是反规则，大到违反法律，比方说杀人抢劫，小到不排队啊、乱扔垃圾。总结一下，心理变态者是天生的，他们大脑控制情绪以及抑制冲动的部分是有天生缺陷的，他们会有欺骗、冷漠、冲动和反社会的特征，100个人当中就会有1个，而每2万个心理变态者当中可能会出现1个连环杀人犯，而决定他们会不会最终成为犯罪者的，可能和他们的童年以及成长经历有关。而从进化的角度看，他们的基因能延续至今，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。而如果刚好你也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的话，可以想想怎么样好好利用这些特质。我怎么感觉做完这集之后我都变态了？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，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今天辛苦了。